闺蜜婚姻破裂后，把原因都归诸我，是我把孙志介绍给他认识的。他们迅速坠入爱河，闪婚。可就在婚姻的第2年，孙志暴露本性，有了婚外恋，并开始家暴她。他离婚后说：“你欠我一个老公。”于是他背着我偷偷跟我老公好上了，甚至还在知道我怀孕后，跟我老公出去开情侣酒店。闺蜜说：“你只有经历跟我一样的痛苦，才算道歉。”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老公和闺蜜不对劲的呢？是经常看到老公刷闺蜜跳舞的小视频时察觉到的。有时半夜我偶然行转，会瞥到微微的亮光，转头一看，便会看到她正在给闺蜜的视频点赞。闺蜜离婚后，状态明明肉眼可见的变好了，可就是躲着不见我。就在今天，我独自逛服装专柜的时候，在试衣间试衣服，听到了老公和闺蜜的交谈声。我掀开帘子一角，看到他们像热恋中的情侣，两人挽着手，附耳攀谈。老公脸上是跟我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柔情，闺蜜像是听到什么不得了的事，笑嘻嘻地送上一个香吻。他们什么时候好上的？脑海里经闪过那句“你欠我一个老公”。是了，就是那时候。我没想过我会同时遭到2个最亲密的人的背叛，难为他们可以一边甜蜜一边应对我。当我跟老公摊牌，他竟然还在辩驳：“你和佳慧我2个都要，而且我不会离婚，你也别想跟我离婚。”陈修竹，你不觉得你很离谱吗？我和他是什么？你的大小老婆？我跟他争吵许久，他不肯跟我闺蜜断了，也强迫让我接受闺蜜插足我们的婚姻。她说，只要我们不离婚，以后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我们可以立马去做公证。她现在不需要找任何理由应付我，也不用打招呼，几天几夜的不回家。我知道她跟徐佳慧在一起，是我先按捺不住了。在一座公寓楼下，我跟他们前后脚进了便利店，亲眼看着老公在货架上拿了4盒避孕套。我在他们身后倾巢出声：“4盒，陈修竹，你身体受得住吗？”他们才发现我。徐佳慧气色红润，看起来被滋养得很好。闺蜜说：“是文月，好久不见啊。”这是我知道她插足我和陈修竹婚姻的第1次交锋。我皱眉，她是怎么做到毫不心虚的？对比徐佳慧的坦然大方，陈修竹看到我的出现，表现得很惊愕。我没理会她，而是面对便利店里的收银员和客人，大声地介绍说：“大家快过来看看，左边这位是我闺蜜，右边的是我老公。你们知道他们在这干什么吗？他们在这里买避孕套。”我说着，抢过老公手里4盒避孕套，声音更大了：“注意看，是4盒。他跟我做的时候，可是1盒都用不完的。”哈哈哈哈！他们现在背着我搞在一块了，笑死我了！我哈哈大笑，声音几近癫狂，又哭又笑，笑着笑着又咳嗽起来。周围窃窃私语，老公涨红脸，对着闺蜜使个眼色，拉着我赶紧走了。抱歉，抱歉，我妻子脑子有点问题。你他妈的，你脑子才有问题！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能的？回到家，他等我情绪稳住了。陈修竹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你就在那里闹。我们以后不用出门了。你跟佳慧能做出那种事，你还知道要脸？我可以不计较刚刚发生的事。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跟我离婚没好处，你就好好的当你的富太太不好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男人不是都这样？怎么到你这儿你就这么死脑筋？”他用手狠狠地点了几下我脑袋，他又狠狠吸了一口香烟，
平复一下心情。兴许我现在是一时新鲜，说不定到时就断了。你说这话，恐怕你自己都不信吧？我抬起头，斜视他。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刚知道，原来老公最初喜欢的就是徐佳慧。我们3个人是高中同学，徐佳慧的美貌是校园里出了名的，追求徐佳慧的实在太多了。那时她又心性高冷，多少男生被拒之门外，陈修是其中之一。不过在他眼里，他是及时止损。他在追求佳慧是时候知道自己胜算不大，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我，所以我只是个备胎，是他求而不得的 B 计划。现在白月光回归，徐佳慧不需要做什么，只要勾勾手指头，陈修竹就能自己脱掉裤子敲他家的门。谁告诉你的？老公眼里一片阴翳，隐藏这么久的事竟然被发现了。秋叶子，我和佳慧的室友啊，你们一直瞒着我，背地里都在看我笑话吧？还以为我嫁个好老公，其实心里装的根本不是我。你现在知道也不算晚。他丢下这句话，走出我们的居所，奔向他年少爱慕的白月光。剩我一世荒凉。文月，你咋回来了？我妈一看到我兴奋的不上来，接过我大包小包的行李。我不让她拿，她笑呵呵地说不重不重。越过我妈，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个陌生女孩。姐，我对象。弟弟跟她坐一排，给我介绍道。我脸上有些局促，不知道弟弟带女朋友见爸妈，我没有准备什么见面礼给他。我这才知道弟弟跟女朋友这趟回来是定情的。我妈也好奇，没给我说这事。我怎么会正巧回来了？最后归结一句心有灵犀。聊着聊着，话题又扯到我身上，问陈修竹怎么没有跟着一块回来。我扯谎道，修竹接了一笔大单，工厂忙不过来，住到工厂去了。我爸妈也没多想，修竹在他们眼里是好女婿，事业心重，靠谱，孝顺。每每跟邻居提起，都说我嫁了个好男人。如果我说他在外面有人了，那个人是我的好闺蜜佳慧，他们会比我还震惊。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说，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办。而且弟弟要结婚了，人女方还在这坐着，我不能给人找晦气。我希望弟弟的婚姻像婚姻宣誓承诺的那样，一生一世一双人。我如今是奢望了，但是我家人得有个好彩头。我弟细心地给女孩夹菜，他当着一家人有点娇羞地捶了弟弟了一下，真好。我曾经也是像他一样的。现在陈修竹不肯离婚，是不是我在他心里也是有一定位置的？我心下轻叹一口气，夹起一块肉，刚入嘴就犯恶心，放下筷子情绪上来了，端起旁边的酒杯一饮而尽。又冰又苦的啤酒刺激我的味蕾，又压不下那块肉给我的恶心感，一阵心烦意乱。我划开手机刷朋友圈，指尖僵住。第2条就是我老公和我最要好的闺蜜牵手走在沙滩上的背影，他们站在一个巨大的爱心中间。没想到陈修竹胆子这么大，敢把这段婚外情公布在朋友圈。下面一群评论的傻子还以为那是我，陈修竹都一一回应，文字里透露着甜蜜，妥妥的第2春。我和我老公从高中就开始相爱，一路上走得太顺利，恋爱、求学、创业、结婚，公婆疼爱，几乎没有阻碍，却在婚后遭遇滑铁卢。闺蜜初中就是同桌，经常有别的班的男生偷偷靠在墙上偷看她，我也自然而然帮她收情书拿礼物，这些我都甘之如饴，甚至沾沾自喜。我很爱我的他，我视他为家人。陈修竹出现之前，我们的关系好到我可以为他去死。
纵使我们有过很多疯狂的瞬间，但现在让我跟他共享男人，我一时难以接受。我站在江边，看着夜景，想到去年这里还是老公陪我一块来的，终于忍不住大哭。我要把我这些天的委屈通通哭出来。聚集的人三三两两，窃窃私语，有人已经报警说这里有人要跳江。第二天我就上了短视频，画面里是119带我离开江边，而我一直在解释我不是要自杀。老公连夜赶到我娘家，把我带走，跟我爸妈的解释就是我备孕压力太大了。他在怕什么？怕我死掉，还是怕自己背上为了情人逼死妻子的罪名？车上我一言不发，我问他，他也没有解释。回到家，撞见闺蜜洗好澡从浴室出来，发梢还有水珠，整个人娇艳欲滴。大概在水蒸气下待太久，整个人红扑扑的。放在平时，我一定很惊艳，扑上去大喊一声：“宝贝，你太美了！”可是现在我面对这个女人，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可以一巴掌打上去，用力地拽她头发，将她拖出我家，但是我不想这么干。文月，闺蜜走过来，很亲昵地跟我说：“我真的好想你，上次你突然吓了我们一跳。”我忍着，不想跟她起冲突，不想伤害她，我都尽力地在回避她。她怎么还这么不识趣？别逼我扇你！我冷冷地看着她，你会吗？闺蜜嗤笑，你可以试试。我为了维护我的婚姻，我可以做出什么？哎呀，别那么凶了，放轻松。修竹没跟你说吗？我跟他在一块，又不要什么名分，只是贪图一时享受。他也是啊，以后我们3个可以一起呀。闺蜜说得轻飘飘的，说得好似买猪肉20块钱1斤的语气。徐佳慧，你是不是疯了啊？是啊，我疯了。你陪我一起好不好？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闺蜜的脸突然凑得我很近很近，近得几乎要贴上我的唇。我反应过来，赶紧推开她，后退的脚步差点滑倒。老公走过来，从背后扶住我，双手摸在我的腰上。佳慧不会跟我们睡在一起的，她睡客房，我们还是主卧。你不愿意，我们不会逼你。我皱眉看着他们，我都不认识了。闺蜜一直在笑，他们在等我的回答。我觉得他们都疯了。我走出老公可以掌控我的范围，左右扫视他们。现在他们在眼里就是怪物。你们都怎么了呀？醒醒好不好？这是正常的男女关系吗？事情朝着越来越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他们的复杂关系已经超出我的认知，现在还想把我算进去。文月，这样不好吗？这样我3个就可以谁都离不开谁了。闺蜜向我逼近，用气势和环境逼我妥协。他们可以关着我，让我哪儿都去不了。天色越来越暗，屋里没有开灯，我这才察觉我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恐惧、紧张，随即肚子传来一阵绞痛。我忙蹲下，痛苦地捂住肚子。起初，老公和闺蜜都认为我是装的。我捂住肚子的动作越来越痛苦，直到冒出一身汗，他们才开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我怀孕了2周，胎儿情况不太稳定，不能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必须静养。医生建议我住院再观察看看，结果是他们还是给我办理了出院。你好好休息。陈修竹扶我回床上，盖好被子。他又变回了那个温柔体贴的丈夫。他在医院得知我怀孕了，看起来很开心。如果他没有跟佳慧搞在一起，我相信他是真的很开心。他问医生产妇知识、饮食营养、胎儿早教，把能想到的都问过了。我就这么躺在床上看他表演。明明1个小时前还在逼我做我不愿意的事，我以前怎么没发现？陈修竹还是个表演型人格，
你真恶心。我想过好多好多骂人的话，结果话都堵在喉咙里，久久才憋出这么一句话：陈修竹，你实在太恶心了，我看到你就想吐。偏偏这个时候又怀了孩子，你得意了吧？你算准了我舍不得孩子，你和徐家慧怎么玩怎么玩。一开始我就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现在更是离不开了。佳慧也给我端了补品进来，系上围裙，头发高高盘起，多了4人妻的韵味，把陈修竹的眼睛都看直了。我没在的时候，你们都这么玩是吧？文月，你现在有宝宝了，身体得注意些。我还等着当孩子干妈呢，我对他是干妈还是后妈？你没点数吗？你是他亲妈，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抢你的位置。下午就吓唬你一下，谁知道你怀孕了？而且我又真没打算让你和我们一起这样那样，我要自己霸占修竹一个晚上。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滚吧徐家慧，你也挺恶心的。我恼怒了，我要是不打断他，他还能说出更伤风败俗的话。闺蜜撇撇嘴，没把我的厌恶放在眼里。文月，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伺候你生孩子坐月子，怎么样？我作为修竹的小情人，你的亲闺蜜，够了吧？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伺候我坐月子，我只需要你滚出我的生活。徐家慧，就因为孙志曾经是我介绍给你认识的，你婚姻不幸，你也不打算让我好过吗？闺蜜一直维持的假笑僵住了，她没想到我会提孙志。如果说陈修竹是我的软肋，那么孙志就是他的软肋。他们通过我一见钟情，干柴烈火。曾经我也以为孙志是个靠谱的，对佳慧也很上心。佳慧发烧，电梯坏了，孙志会买药爬20楼的电梯给他送药上去。佳慧挑食，凌晨就想吃城西的烤冷面，外卖没法送。孙志会因为佳慧的一条朋友圈跑去跟他住所相反的城西给他买烤冷面。佳慧爱美，孙志就学习分辨化妆品，会在化妆品专柜用手试口红颜色，直到佳慧挑到满意的颜色为止。我都不止一次打趣，我怎么没遇上这么好的男人？婚后的孙志开始恢复本性，巨大的落差让佳慧无所适从，她又跪下来求过孙志回去好好跟他过日子。孙志没理会，任由身旁的女人羞辱他。他别有用心的兄弟对佳慧垂涎已久，趁着佳慧买醉，把她拉到酒店开房了。孙志知道后没有找他算账，反而还对佳慧说他们兄弟间的女人都是共用的。我去找过孙志，孙志那个无赖否认对佳慧做的一切。佳慧心灰意冷，对他提出离婚。他用了些手段让佳慧净身出户，如果佳慧不同意，他就把他手上所谓的视频发出去。从那以后，佳慧就疯了。我跟他道歉，疯狂弥补他，可是他现在只想拉我一起下地狱。你只有经历跟我一样的痛苦，才算道歉。闺蜜直勾勾地看着我，看到我沉默了，她又自信地笑，银铃般的笑声十分动听。接下来说出的话如同把我打入18层地狱。你应该也知道了，陈修竹最开始喜欢的人是我，先追的人也是我，在感情里面，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听到这种不正常、毁三观的言论，我一时气血上冲，看向老公，希望他能说些什么。可是这时候的他就像隐身了一样，一句话不说，躲避我的视线。我看着他1秒、2秒、3秒，一直到我的眼泪刺痛我们双眼，模糊了视线。哈哈哈哈哈！笑声越大，脸上的表情就越痛苦，眼泪哗哗地流满整张脸。那我算什么？婚姻算什么？你说你爱我算什么？以前你对我那么好算什么？假的，假的，什么都是假的。
昏昏沉沉在床上躺了3天，这才养足了精神。经常有半梦半醒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在家，有时候不在。现在醒来，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起身去客厅给自己倒杯水，他们不在才好，在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膈应我。我现在还没想到应对他们的法子，最紧要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坐在沙发上，好像做到了啥东西，我抽出来一看，是几张酒店的发票。我一张一张的看，日期都是最近的。我用手机搜索这家酒店，不查不知道，他们去的这家酒店是网上评分最高的情趣酒店。我浏览着客户评分图，花里胡哨的房间装饰，光看着就让人面红耳赤的道具，还有部分不明污渍的特写，不堪入目。我嫌弃地把手机摔到一旁，难得他们这么为我着想，为了能让我静心养胎，特意跑到外面开房。他们回来的时间没有很晚，因为还要给我这个孕妇做营养餐。我开着电视，注意力完全没有在电视上，看着他们2人在厨房忙活。他们更像夫妻吧？要知道，在此之前，陈修竹从来没有进过厨房。我用遥控器不停地换台，缓解我焦虑的情绪。我不再用尖锐的态度对他们，而是选择无视。2人轮流照顾我，都希望我能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他们做饭，我吃饭。他们买了一堆胎教的碟片。我关上房门戴耳机。我说我要出去散步，他们就给我买了跑步机。他们是打算把我困在这个房子里了。手机、电脑，一切可以连接外面的设备，都以有辐射为由收起来了。我没想跑，起码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不会这么干。怀孕了以后，我的睡眠很浅。隔壁屋传来男女交欢的污言秽语，口水交缠的啧啧声，暧昧声音久久不断，男女躯体交织碰撞的摩擦声。啪！我睁眼，我现在应该怎么做？不管不顾地冲到隔壁房间，扯开他们，大骂他们不要脸吗？换成以前我也许会，但又总有许多顾虑。我不想跟佳慧走到撕破脸那一步。离婚吗？可是我现在又有了宝宝，反正早就已经心如死灰了，实在睡不着。我把整个身体蜷缩进被子里，捂得严严实实，不留一丝缝隙。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也是我的围墙。我听到了房门轻开的声音，还在睡，孕妇都是睡，我早就醒了，不愿意睁眼而已，不想看见他们的丑态。房间又轻合上，我下单了一套评分很高情趣用品，跟我玩得高兴了，我给你买一套江景房。我之前一直想跟文月去体验情趣酒店，他死活不答应。文月什么都好，就是太死板，太生硬，不像你什么都肯陪我玩。好啊，明明已经死心了，心脏像沉进海底，不会再有任何波动。这股突如其来的难受劲是怎么回事？下身一股热流，好像有什么从我身体脱离出来了。心脏的疼已经盖过了下身，我想挪动起身，完全使不上劲。我难受的喘息，气息只出不进，叫喊声音有些沙哑：救命！救我！我的孩子！救！其实我这段时间能察觉到我的身体状态一直不好，不愿意告诉他们。这个孩子我可能保不住了。我在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身边只有徐佳慧。她看到我醒来，给我喂了点水，脸上都是担心我的神情。我开始恍惚。徐佳慧说：“孩子没有了。”我早就料了。我知道了。徐佳慧，你身体一直不好，你怎么不说？你知不知道陈修竹有多在意这个孩子？他质问的语气惹恼了我。你们要是真在意孩子，昨晚就不应该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怎么了？现在觉得不好意思了？
护士和老公听到争吵声，一起走进来。护士一脸不爽，语气很不和善地说：“女士，请您安静些，这里医院还有其他人要休息。”我转过去，狠狠地瞪着护士：“这病房里就我一个人，还需要谁休息？陈修竹给我办理的是独立病房，不会有多人混住的情况。护士过来让我保持安静也是没有错的，只是我这时候已经不理智了。他过来撞我枪口上，我只想发泄我的情绪。护士脸色不好，没想到我是个硬茬，看到这间病房又是 VIP， 不好发作。老公替我向护士道歉，说是我孩子没了，精神不正常，一定会好好安抚我，然后把他请出去了。老公脸上看不出什么难过的表情，也没有徐佳慧说的那样在意孩子。孩子没了就没了，养好身体，我们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我看着他，要把这个男人印在我脑子里。最后，我终于做出决定，不，我不会再跟你生孩子，我要跟你离婚，让徐佳慧给你生吧。以前不离婚是因为有孩子，现在孩子没了，你没有可以拿捏我的把柄。刚刚你那轻飘飘的语气让我知道，就算孩子生下来，你也不会疼爱他，不会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也不会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孩子没有出生在这个家，是他的福报。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只希望我下次还能做他的母亲，弥补他。这一次，我的态度很坚定。我打包我所有的物品，从家里搬了出去，用我的存款在外面租了个房子，找律师打官司，用我手上搜集到陈修竹出轨的证据，让他净身出户。之前陈修竹说我只要睁一眼闭一只眼，就会去做财产公证，把一切都给我。最后他也食言了。之前不想对闺蜜出手，总是在顾念过去的情分。孩子没了，脑子也清醒了，不对这段虚假闺蜜情抱有任何幻想。我本想在网上曝光闺蜜名字、住址、照片，律师劝我不要这么做，涉及对方隐私权，是违法犯罪。然后我放弃了。我并不恨他，更多的是不甘心。我回到初中校园，很多场馆都已经翻修重建，有的已经看不出曾经的样子了。我努力地回想我和徐佳慧在这里的故事，或许我跟他不用走到那一步。我给他发了好长好长的短信：佳慧，我最后一次这么称呼你了。孙志是我没有把关好就介绍你们认识的，我很抱歉，你过得不幸福，我跟你一样痛苦。你曾经是我除了家人以外最重要的人，你说我要过得跟你一样不好，你才开心。现在你做到了。如果你觉得你跟陈修竹在一起是幸福的、快乐的，我祝福你们，你们好好过日子吧。修竹他很好，可惜他心里的人不是我。这件事以后，我不会再跟你做朋友了，我们也回不去了。我祝福你们。我的心情很复杂，很纠结，说的这些很违心。放下手机，我决定放过我自己，因为提交的证据充足。陈修竹对于自己出轨这一事也没有否认，但不同意净身出户。官司以我拿到前夫财产的2/3收尾。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感到意外。我没想到能拿到这么多。离婚打官司，放话，给他们添麻烦，就是不想让他们过得舒心。陈修竹对我也是心软的吧？自从我提出打官司，就没有再见过徐佳慧，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和陈修竹在一块？又想到让我不快的画面，哼，他们可得意了吧？没有我，他们再也不用去外面开酒店了。那些我不愿意跟他尝试的东西，他都可以搂着徐佳慧一一实现。爸妈还不知道我离婚的事情，我打算
等到弟弟结婚后再跟家里坦白，我要复出职场，专心搞钱，正要雄心壮志开展我的事业，没想到4个人的出现打乱我的计划。原本是我和陈修竹的爱巢，现在判给了我属于我的房产。这个家里，现在我爸妈、前公公婆婆，坐在他们对面的我、陈修竹、徐家汇，形成2股对立的势力。离婚了，官司也打完了，才告诉我你们要结婚。前公公这番话是对陈修竹说的，是文月也同意了。我们3个人都觉得没有问题。陈修竹那个没脑的傻子，看不出他爸在生气吗？这时候还牵着徐家汇的手表决心。钱公公看着我，在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徐家汇他们见过，知道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知道躲不过去，直接承认了这件事。公公，是真的，我不想掺和他们的事情，如果他们觉得合适，我也愿意成全。我皮笑肉不笑地回答，又违心了。婆婆更直接，对徐家汇露出嫌恶的表情。对于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她一直都是这个态度。公公婆婆都是当了一辈子老师的人，最是要体面，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家儿子身上。我妈恨铁不成钢，文月，你傻不傻？这要是他们不在，我妈可能都能上来抽我2巴掌，让我清醒些。我爸脸色铁青，看着陈修竹，我妈，你怀孕了，怎么不告诉我们？孩子怎么没的？我用余光看向陈修竹，他们4人就明白了怎么回事。我这还没说，他们2个便想囚禁我的事，然后就陷入了一场乱战。我爸拿瓶子砸伤了前夫，我妈假装阻拦，不动声色地踹到闺蜜。钱公公把前夫往旁边带，闺蜜也跟着躲到旁边，被钱婆婆扇了1巴掌。我没有加入混战，这是陈修竹应得的，她理所应当得到一个教训。4位长辈出气完了，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辈之间的事情，官司也打完了，事情都成定局，才通知他们。他们怎么可能不生气？只是对我，他们没有这么大的怨气，因为我是受害者，因为我刚失去一个孩子。看着我妈和钱婆婆刁难闺蜜时，我也没有去阻拦，这是她该受的罪。我们是不会接受你的，我们不同意。他敢娶你一个试试？要是让外边人知道我媳妇是个破坏家庭感情的第三者，你让我脸往哪搁？别让我们赶你才出去。第一次见到婆婆这么冷的态度，我才知道她以前对我有多好。他们把陈修竹带走了，我也被爸妈带回家。他们天天各种好汤好水端给我喝，说我现在是小产后，要养好身体。我说我已经出了小产了，还是被他们逼着好吃好喝的进补。短短1周，我胖了8斤2，在家没有人烦我，被父母的爱滋养，每天被他们逗得嘻嘻哈哈，气色越发好了。连邻居阿姨都说我不像个离婚的，像刚出校园的大学生，又要张罗着给我对象。开始入秋了，看着弟弟步入婚姻的殿堂，我也被邀请在台上讲话。我叮嘱弟弟一定要好好对人家女孩子，照顾她，包容她，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带入了女方，放狠话说，如果他在外面有别人，我杀到他家弄死他。在我眼中，新娘幻化成了我的模样。最初的我是认为我会有一个好的结局的，所以我希望这位新娘也是。我去了别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陈修竹也追到这来，他敲开我家门，站在我面前。他比以前更瘦了，满脸憔悴，脸上和身上都有伤。在见到他的时候，我没想到我已经对他没感觉了，过去的事情也释怀了。我以为他跟徐家汇发生了什么，把他请进屋，拿瓶饮料递给他。
他摇摇头：“你这伤不会是徐家慧打的吧？”他看着我，有点委屈：“是你弟弟啊？我没幻听吧？我不明白，我弟弟打你干什么？”他解释：“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找你，他们不肯告诉我你在哪儿。”听到这，我明白了，他想找我。我家人看到他就来气，之前出轨的事闹这么大，现在都离婚了，还打听我干什么？我弟找到机会就可劲地整他，别指望我心疼他，出轨的无良前夫。我没好气地说：“你来找我，徐家慧知道你的宝贝佳慧呢？不是恨不得24小时黏在一起的吗？找我干嘛？要回财产？不可能的！我现在就算不工作，也是个小富婆了，不可能把钱还回去。”暗暗翻了个白眼。陈修竹把我的表情看在眼里，垂眸苦笑：“我跟他断了，我爸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妈还用死来威胁我。佳慧本来对我就是可有可无的态度，看到我家是个火坑，哪里肯往里跳啊？”说着又看看我会有什么表情，所以呢，我看着他，很冷淡的回应：“你爸妈不肯接受徐家慧，那是因为不能接受小三上位，这样的女人带回家了也不光彩，怕人说闲话呗。他们那么爱面子，怎么忍得了？我们复婚吧，那些钱你不用还给我，都是你婚前财产，我们只要去领个证就好了。”他说得很诚恳，就像当初他跟我告白一样。我嘴角微勾，弧度越来越大，然后忍不住笑出声：“陈修竹啊，陈修竹，原来你的报应在这儿呢！当初是你对我爱答不理，现在又想把我追回来，你打不打脸？不要！你喜欢的明明是徐家慧，还要继续违背自己的心意，勉强跟我在一起，对我公平吗？你不难受吗？”勉强2个字，我咬牙加重发出来的。佳慧是我的白月光，可是我爱的是你呀！我仔细想过了，为什么我那时候不愿意跟你离婚？明明佳慧已经是我的人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开你。佳慧走的时候，我没有舍不得，唯一的解释就是我爱的只有你。放屁！明明是徐家慧不要你了，你才想吃回头草。我有钱有闲，不用上班，随时都可以出门旅游，可以学几个爱好，不用担心老公出轨，也不用孝顺公婆，傻子才跟你复婚。我冷冷地看着他，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他还想挽留，我说：“你不是嫌我死板无趣吗？不是嫌我不会玩吗？你现在又跑回来惺惺作态做什么？现在的我只觉得你好恶心。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他握拳，苍白着脸离开。我背过身不去看他，不去可怜他。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他活该。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元旦节放假，回去跟父母吃顿团圆饭。弟弟给大家报喜，弟妹怀孕了。我给弟妹包了个大红包，还说了些吉利讨喜的话。又赶上有高中同学聚会，同学们知道我和陈修竹离婚了，也是有点唏嘘，大多都是幸灾乐祸的。陈修竹大学毕业就创业了，在这些同学中算是混得最好的一批，一个个都很眼红。看到我们3个落得这样的下场，指不定心里怎么编排我们呢。哎，这陈修竹和徐家慧怎么不来了呀？不是说他们在一起了吗？文月，你来说说怎么回事啊？我的室友之一秋叶子出来帮我说话，你别理他们，这些消息都是从他们这里传出去的。这次聚会就是想看你们笑话。陈修竹和徐家慧应该是不好意思来吧？陈修竹现在怎么样？我冷酷地说，都前夫了，我怎么会知道他怎么样？秋叶子，那你现在知道徐家慧的情况吗？我摇摇红酒杯，轻抿一口，说话也是慢慢的。不知道，一个前夫，一个小三，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的情况？秋叶子看着我的态度，
更来劲了。都知道徐家慧在高中跟我玩得最好，徐家慧跟她那个前夫复合了，她那个老公不知道怎么想的，介绍她去夜总会跳舞。天哪，那是什么地方？徐家慧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夜总会也听说还要坐台呢。听到这些，我拿着酒杯的手有些颤抖，不太相信秋叶子说的，但是看到秋叶子肯定的眼神，我把酒杯放下，按照他们说的地址，我去了徐家慧工作的酒吧。我在台下看到她跟一群穿着暴露的女孩一起跳热舞。如果陈修竹看到徐家慧这个样子，还会觉得徐家慧是他的白月光吗？一曲热舞终了，他退场，我也跟着退场了。离开夜总会，我也跟着迷茫。也许徐家慧已经死了，死在他离婚那一天，死在他插足我婚姻的那段日子里。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